我跟你说啊，我这大胖媳妇跟我不乐意了。你瞅这样，前2天跟朋友出去吃饭，我这朋友嘴欠，随口说一句：“你心挺大呀，你媳妇在视频里头给你起这外号，你都不生气。”完事我老公在饭店就开始找我视频听我片头介绍他的时候究竟是用什么发音和用词。但是在我朋友面前他也没说啥，这事我以为就过去了。但是饭店也是有点吵，他的汉语也是不太好，他听这个大胖媳妇其实根本没听准。结果回去的道上，人我都要睡着了，就听他一个人搁这块儿，哼，哎呀，你不知道他以为他要下蛋呢。我一看他这样，他就是要整点嗑，但是我没去搭理他。结果过2分钟，人自己就说了：“我觉得不能因为你现在有了点粉丝，长了点风头，你就可以不经过我允许肆意给我起外号，管我叫大盘鸡，管我叫大盘鸡。”我当时愣着了。我老公说的：“人家刚才我都问那谁了，你这外号起的啥意思？人家说就是埋汰我的意思。他说你人怕出名猪怕壮，越来越嫌媳妇胖。你这么把我形容成一个百无一用傻白甜，一身肥肉不挣钱的人设，你让大家怎么看我？我这么多年我在铁岭带硬汉装碴子，江湖人称洋喇子，我这形象不都让你给整崩塌了吗？”我说这个我是得承认，我是多少有点埋汰你这个百无一用傻白甜，一身肥肉不挣钱，但是我可从来没管你叫过大盘鸡。完事今天吧，有2个小记者要来俺家采访我，就是小规模的聊聊天吧。但给我大胖媳妇激动坏了，一大早上起来就给自己脸刮锃亮，完事吃早饭的时候都没放盐，说怕自己脸浮肿。我就问他，我说大盘鸡你没有盐行吗？大盘鸡你就靠那点豆瓣酱你不淡吗？我说这样啊，大盘鸡你还是回里屋去吧，大盘鸡就你还是去维护你这个硬汉碴子洋喇子这个形象，你别露面了，省着又说我埋汰你，摧毁你的人设。完我老公就在屋里自己憋了能5分钟，最后没憋住出来了。但是刚才这5分钟用英汉词典查着一个词儿来表达自己想要得到的定位，完出来了跟我说：“我不是说我不可以出镜，也不是说我不能有外号，我只是想说我想把我的角色定位改一下，我不想做大盘鸡，我觉得我更适合做你的大花瓶。我刚才用字典查了，花瓶也是说我没用，但是同样是说我没用，管我叫花瓶，起码还算你承认你是拜倒在了我的容颜之下。”我说行，大花瓶子你来吧，来给我上妆，我一会儿上镜的。正好从国内寄了一个礼盒，里边有这个花西子的柔焦蜜粉饼，咱俩都试试。我当时打开这个，我一看太好看了，就想赶紧上脸。但是彩玲最近不是怀胎大盘鸡的鸡仔小盘鸡了吗？我寻思这可能现在先不能用。结果一看这成分，上网一查，发现人家也没加任何孕妇慎用的成分，以花养妆，敏感肌和孕妇都可以使用。我走在伦敦街头，就会一直想打开这个粉饼罐，露出这个雕花精细的丝绸之路。你看这群小骆驼，就让我想起了我自己。彩玲的嘴，骆驼的腿，征服沙漠不用水。最关键的是，了解我的都知道，我是大油田。我用的蜜粉必须得做到磨皮加控油的效果。你看它的控油效果。我不是大盘鸡，我是大花瓶，是的啊。母亲节呀，快到了，我的婆婆温迪居然收到了一个自己不认识的儿子送来的礼物。咋回事呢？几个月前，我婆婆大闹加拿大海洋馆，把警察都招来了。是这样的，我婆婆的工作吧，是照顾一些就是大脑生长发育有点迟缓、有障碍的病人。这工作我跟你说，其实是高危工种，那整不好让吐一口、咬一下子、打一电炮，这事儿都发生过。温迪呢，本来也可以摸鱼，就大家都活着就好，但是她偏不，天天申请拨款，要带着这帮孩子就是要探索世界。有一天就带着其中这2小孩去了海洋馆，这海洋馆呢就有一个水边可以跟小海豹互动的地方，然后旁边啊就有对小夫妻来了就开始拍照，就自拍跟那海豹。他家的小孩就搁旁边那隔水的小矮墙上坐着，让这些夫妻给忘了。那海豹呢就从后边过来，就也挺顽皮，咔嚓就把孩子帽子给薅下去了，孩子也栽水里头去了。幸亏温迪手疾眼快，咔给孩子薅回来。孩子薅回来，小两口都没发现到底咋的了，给温迪气的坚决拒绝把孩子归还，就严重怀疑他俩是就拐来的孩子。最后保安经核实说，这就是亲爹妈。此案的父母啊，不涉及绑架，只是单纯的心大，单纯的心大。温迪女士，请你放手吧，毕竟人家海豹都放，海豹都放。这事儿就暂时结束了。没有想到几个月之后，那俩小两口居然带着孩子找到了温迪家。小两口说，就回家想想，这事儿挺后怕的，想真心感谢你。这样，温迪，你现在就说你喜欢啥，我们应该怎么谢谢你？因为毕竟生命是最昂贵的。温迪寻思说，就真的想让我说我急需的呗。小两口说，那真的呀。温迪说，我十分想再去中国，来回机票6000刀。小两口寻思说，
要不然咱把孩子给海豹送回去吧，生命也没有那么昂贵，也没有那么昂贵。后来呢，温迪还是收到了他们一家人寄来的礼物，这礼物送的绝了。温迪拆的时候看那个形状还有点失望，因为看形状是一本书。他说我现在看书又不挣钱，没文化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你给我书干啥？结果一打开是一本 coupon book， 就是一本优惠券宝典。哎，一打开没有知识，每一页都是优惠券，从超市买菜到景区门票，从加油停车到花椒大料，什么买3赠2，满20减3块，琳琅满目。翻开了这本书的温迪，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开卷必有益，书中有黄金。读书是可以赚钱的。翻完只有80页，让温迪更明白了一个道理：什么叫书到用时方恨少？书到用时方恨少。那说到这儿，你说温迪为什么对别人咋做父母这个事儿有点强迫症呢？其实就是因为当年他当单身妈妈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靠谱的人能帮他一把，都不靠谱。一会儿我给你举个例子，你明白了。大胖媳妇能活到今天，就是人间奇迹。那你说这个温迪收到优惠券宝典这个事儿，其实还挺温馨的。母亲节，一个母亲收到了一个素未相识的孩子的礼物，就是因为她原始的母性，她的善良。我其实呢也给我的婆婆温迪还有我妈都准备了礼物，这个兰蔻面霜，春天来了需要滋润，它滋润又不油腻，好吸收。同时我也收到了我的兰蔻礼盒，你看这眼霜、面霜还有精华水都有。虽然这是我反复暗示大胖媳妇她才领悟到的，但是看在她活下来的费劲的份上，就这么地吧。谢谢。回到故事中，那么为什么说大胖媳妇能活下来都是人间奇迹呢？温迪当年单身妈妈的时候，带着大胖媳妇，同时她在打工。打工的时候呢，就得把儿子放在他妈那，让他妈帮看一下。温迪的妈妈呢，贼不靠谱。有一次温迪打完工下班来他妈家接孩子，发现家里没人，出去一找，发现大胖媳妇在门口一个巨大的卡车底下玩呢。那卡车只要一开动，足。还有一次又下班来他妈家接孩子，又没人，发生啥了呢？原来呀，温迪的妹妹和他的对象干起来了。温迪妹妹这个对象呢，又是一个情绪极其暴躁的黑社会。温迪他妈呢，带着3岁的大胖媳妇就去他家拉架去了。温迪赶紧开车过去，一到那个场景啊，他妹妹和他那个黑社会的对象都喝多了，满地都是破酒瓶子、烟头子。他妹妹手里一把刀，他妹夫手里一个大猎枪，这大枪直接怼脑门子上，俩人搁这对峙呢。然后温迪的妈妈呢，就坐在沙发上抽根小烟。哎呀，你们这群疯狂的人，让我拿你们怎么办？大胖媳妇3岁半站在他小姨旁边，对面半米就是他拿着大猎枪神志不清的小姨夫。大胖媳妇手里还捡了一个地上的烟头，啥也不懂，哈喇啷叽搁那 Uncle Michael， 你不崩我呀？你不崩我呀？就这种事儿啊，我听温迪讲老多了，所以你们今天看到的大胖媳妇有时候不太灵光，你们也就理解了。然后你们有时候看到温迪就是母性泛滥，啥事都管，强迫症也就理解了。总之吧，当妈不易，提前祝天下所有的母亲们节日快乐。哎，这2天我陪着我婆婆小姑子出来玩，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几个外国人他们怎么这么开心，怎么能这么开心，就是一不小心就开心。我觉得我婆婆能活到130岁，首先他们是真热情。温迪上次见着我爸，我让他叫张哥，他记错了，叫成了哥哥。时隔半年多又见着我爸，开口就是哥哥。你好，哥哥。紧接着一个大拥抱，我爸还没反应过来呢，2个女儿进来，观察了一下他妈，一致认为我爸的名字就是哥哥，都跟着叫。你好，哥哥。你好，哥哥。这我爸也整懵了，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几个好妹妹 Nice to meet you。看着姥爷说英语，张大铁不乐意了，他认为我爸叛变了。我怎么告诉你？他不跟我也不是跟。妹妹们太热情了，还从内蒙给我爸带回来一条屁股能发热的大毛裤。我说温迪啊，你哥哥喜欢水灵一点的加佩奇骨，你给他这个补充点活力。还有个特点就是精力无比旺盛，哪哪都有他。我们在内蒙玩了一整天，回到蒙古包我们累的都起不来了，他维和去了。温迪听见隔壁蒙古包2口吵架，好像要打起来了，披上衣服就出去了，到处找人，在蒙古包的海洋里找到了汉族的保安包，简称汉堡包。汉堡包到那边说第4排3号包有危险，2口要打架。温迪这通描述呢，内容属实，但坐标错误。吵架那2口子在2排3号，他把保安带到了4排3号。保安到了，是2个羞涩的男子，俩人本来不认识，刚被安排住一个屋，此时正在破冰。保安进来说对打媳妇儿，然后走了。走之后，保安也很困惑，2口没打架呀，看这气氛可能都要圆房了。圆房，我说温迪啊，咱哪都有你呢，你的精力是哪来的呢？是不是吃他吃的？还有什么事儿都能开心起来？来中国就跟我说，我想这次在中国过一个传统节日。我说这个月只有中元节。他说那你就给我过这个中元节呗。我迫不及待了。我说温迪，这个节不着急，将来都得过。他说我着急，这节后边最快的是中秋节，那中秋节不得等我走了才过吗？我说其实吧，中元节也是，中元节也是。然后在蒙古包里边，因为当天活动吃9头包嘛，这几个人为了占便宜，连干马奶酒喝多了，当场就说今天晚上也有月亮，也很圆，咱就当今天是中秋节，把它过了。说时迟那时快呀，60岁的妈还有2女儿在篝火前那叫一个狂欢，加拿大跳水队都没有他们齐，那个活力值啊，就我们年轻人都惊呆了。他就让我们感
感觉哎，今天就是中秋，有啥不能试的？中秋3件套，见哥哥跳热舞，挖个金月补一补。你看挖一勺像小月亮不？一天一颗，吃完了要活力满满。金秋挖金月，活力聚团圆。可怜张大铁的这2天给忙得坏了。昨天骑马，他奶奶姑姑们上马就一顿给这些蒙古马起英文名，从 Mary 到 Sunny 到 Ivory。张大铁刚开始就捂着耳朵不听，妈，我懂你。后来直接在马背上睡着了，睡着了。关于马